此次的宗门大比虽然不限制任何战斗条件，但也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，绝不可以刻意伤害同门。赵月，你都干了什么？还请执法长老明察，我的剑法一旦爆发无法收手，这才导致失手斩杀这名弟子。先前那一剑竟能瞬间爆发出紫府境五重的威能。副堂主，为何我从没听说你的这个弟子？赵月这孩子1年前外出探寻秘境，直到半月前，他才攻破秘境回到宗门，修为竟从紫府境2重提升到了5重。难道他在秘境中得到了什么大能传承？啊！刚刚那剑是上古之时名为暴灵诀的秘术，将周身灵力压缩至1点，然后释放而出。以此法术释放而出的攻击威力巨大，但缺点是很难通过自身来控制力度。赵长老，此战应当并非是这名弟子刻意为之，先将杜鹃的尸身妥善安置一下吧。杜鹃实力不足，强行迎战，被赵睿无心杀死，还请诸位弟子小心，剑乃杀伐之道，若是实力不足，尽快投降便好。唉，之前的宗门大比中，也有人因为灵力耗尽而强行透支，或是不顾自身性命拼死相斗。没错，但大部分的时候，围观的堂主和执事长老都能及时出手救下。没想到今天真的出现了意外。是错觉吗？他身上好像有一丝魔气，因为先前那场意外给剩余的真传弟子们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。接下来的比赛，大家虽各出绝招，但都点到为止。55名真传弟子很快筛掉了一大半，恭喜各位晋级的弟子！接下来进行第2轮比试的抽签。只要赢了这场比试，我就算跨入前12名中了。如此一来，就能完成和师尊的约定了。第2轮比试开始，由流云堂赵睿对战星云堂云修成。哎，这场战斗你们觉得胜负如何？我想应该是云师兄赢吧，他可是星云堂首席。赵睿，在今日之前，我并不认识你。准确的说，除了天骄榜前10，其余的人我都没有放在眼里。哼，来吧，你作为一个新人，我可允许你先行出手。云师兄，上去了！这家伙上场到现在 ，pose 没一个是重复的。自信是好事，但小心耍帅不成被打脸啊！你作为一个新人，我可允许你先行出手。师兄，还请小心了。好快！什么？云师兄他受伤了？不可能吧！刚刚的攻击竟然有这么强大的威力！是我有些小瞧你了。他竟然还能站着。这云修成以狂妄和自大当作掩护，实则以言语挑逗，引诱赵睿率先出手。在有所准备的情况下，他以星云剑诀绽放出漫天灵力，便炸散于空中，将刚刚那一剑的大半威能都挡了下来。不错的一剑，不过你的路数我都已经摸透了。星云剑诀，星海，结束了吗？胜负已定。哎，你们看，那是什么？好恐怖的灵压！在我的绝招之下，竟还能做出反击，好快！不过没有用。哼！什么？这家伙隐藏了实力！我认输！呀！承让了，师兄。这赵睿的实力竟能有这么强，刚刚的那一剑威能已经堪比紫府境8重了。可这弟子的杀性未免太重，那一剑速度极快，纵使是我等恐怕都来不及救援，但凡多出1寸，都会使得云修成灰飞烟灭。但既然他愿意停手，便不是刻意伤人，
先前的事情或许真的只是个误会。不对，刚刚那剑是真的想取走云修成的性命，但他最后收敛杀意，停下了灵剑，似乎是另有目的。难道跟他身上的魔气有关？他和魔宗有勾结？但他最后收敛杀意，停下了灵剑，似乎是另有目的。难道跟他身上的魔气有关？他和魔宗有勾结？可他区区一个子府境5重的修士，在登仙境的堂主和长老的面前，不过也只是蝼蚁罢了。就算天塌下来，也轮不到我来操心。下一场，蓝心堂同战，对阵流云堂华青云。轮到我了。抱歉了，古堂主，你这名弟子看来是要止步于此了。他说的没错，以青云灵宫境8重的境界，面对童战是绝无胜算的。这位童战在上一届的宗门大比上一路过关斩将，可惜败给了岳剑心。很多弟子认为童战的实力丝毫不亚于赵天禄和江都。比试开始，还请童战师兄多多指点了。你一个靠着几张破符箓坚持到现在的人，也配让我指点？不想受伤的话，劝你尽快投降比较好。这种无法移动的龟壳，我一剑便能破掉。胜负已分。什么？他是怎么做到的？符阵因为要连接天地之力，所以必须驻留原地才能固若金汤。但华师兄的符球居然能够做出如此敏捷且灵活的移动，他到底从哪弄来的符册，简直闻所未闻。没想到华师兄藏得这么深，除了剑道外，还对符阵有如此的钻研，我果然永远也追不上他。哼，哪里跑！什么情况？怎么看不到了？快看神念！你这卑鄙小人，竟敢暗算我！这招是流云剑诀之中的天女散花，是正宗的剑法，光明磊落。臭小子，我流云剑诀什么时候有这种剑法？倒是你竟然趁着烟雾丢出这么多绿不拉几的暗器，这种偷袭的行为未免也太难看了。刚刚不是还说要一剑解决我吗？没想到竟然连剑法都不用了。可恶，明明是你先丢的好不好？华师兄竟然还会使暗器！月师妹，你……董堂主不是说过，我青云剑宗的弟子应该以身化剑，以剑入道吗？怎么贵堂的童战也使用起这些外物了？童战这孩子一心只追求胜利，这些外物只不过是起到辅助效用。这小子一直跟我隔空喊话，是想要用声音来试探出我的位置。但是你别忘了，你也会暴露你的位置啊，蠢货！爱心禁局，覆牙！结束了。那是……你算计我！没用的，这符阵即便面对子府境5重的修士，也能困其30息的时间。现在还剩下10息的时间，如果你不愿意投降的话，我就只能让你受点苦。我认输。此次比试，胜者为流云堂华青云。虽然有运气成分，但以灵宫境8重击败子府境5重，这等战绩足以傲视宗门。运气，我看未必。从开始战斗，童战便被套路了。哦，愿闻其详。战斗伊始布局让童战轻敌，随后在那遮挡整个擂台的陵墓中，青云师弟更是精心筹备。其一，用语言挑衅和刺激对手，让其无法察觉自己把符藏在了暗器中。在和童战互掷暗器的时候，悄悄把束缚阵法布置到他的身边。其二，以神通之力发声，故意暴露位置，让童战以为他人在符中，引诱童战再度发起无效攻击，自身则趁着烟幕循声寻向童战的位置。
这般谋略，绝非常人所有。若是华师弟的修为再强上一些，对于你我来说，都是极大的威胁。他的修为，恐怕不是表面上这么简单。以弱胜强，将符道和阵道融为一体，且处处料敌先机，谋算了整场比试，妙啊！哼，不过是耍些小聪明罢了。若不是统战大赢，他怎么可能会输？顾堂主，你们流云堂真是藏龙卧虎啊！先是赵睿，又是这华青云，正常发挥罢了。下一场比试由金银堂岳剑心、岳师姐对阵蓝月堂蓝星月。岳师们，论实力，我不如你，但身为一个剑修，我自有着不断向上的心。施展全力，战至最后即可。不，我是说，为了赢得胜利，我会不择手段的进行战斗，将岳师妹你击败。我会不择手段的进行战斗，将岳师妹你击败。什么？那孩子是事先吞了破神碎虚丹？这丹药可以提升修士近5成的灵力，但就算是赢了又能如何？根基会因此而受损的呀。难道说星月是想……他想要以剑入道，踏入子府境5重。想要踏入子府境5重，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，那就是对于自身所修炼的大道有一个轮廓和概念。以剑修为例，必须悟出新剑意，并在此基础上触碰到剑之大道雏形。无数修士终生卡在子府境4重，不得寸进，其数量之多，更凌驾于子府境9重到登仙境1重。为了入道，竟然如此破釜沉舟，岳师妹会选择怎么做呢？领剑诀，元灵。这是什么力量？我服用丹药之后所爆发的全力一击，竟然被如此轻而易举的破除。这是他在指点蓝星月剑道，能够做到这种程度，剑心对于剑道的领悟，和我等也只差一步之遥。蓝星月，他竟然在战斗中突破了！结束了。此战胜者为金银堂岳剑心。岳师姐威武，不愧是岳师姐，这手剑法令我感悟颇深呐。多谢岳师妹指点，此恩我会铭记于心。明明他随时都能够将我击败，但他却一件件的展示，以我窥视到剑道雏形，从而突破。师兄不必多礼，这种恩情无以为报。不愧是头号真传大弟子，这等气量和实力，不是我所能比的。有岳师姐在，我青云剑宗何愁不强？那什么天骄盛会，剑心师姐前去，必定有夺魁的实力，和刚刚那个只会恶心人的华青云比，强太多了。就是说呀，那华青云只会丢道具，能坚持到现在，真是狗屎运。刚刚在说什么？华师兄，道歉！华师兄，道歉！喂，别给我做多余的事情啊！我们不过是评价了下华青云的战斗方式。评价？分明是在诋毁！我青云剑宗虽修剑，但修剑之前理应修心。华青云师兄虽在战斗中并未出剑，但其智谋以及对规则道具的理解运用都远超尔等之上。反观尔等，自身实力不济，早早落败，却嫉妒和不甘于他人战果，有何资格评价他人？哎，不愧是宗门大弟子，胸襟如此开阔，还愿意为其他真传弟子出头。岳师姐说的有理，那位华师兄虽然并未用剑法，但他越级战斗的战果并不是假的。哎，对，岳师姐能为一个自己不怎么熟悉的弟子出头，这般胸襟远非常人所比。
华青云师弟，抱歉，我等先前说了一些污蔑你的言论，实乃无心之举，还请师弟不要介意。无妨，我不介意。怎么都看过来了？师妹啊，师妹，你搞什么飞机呀？即使实力远超他人，但却依旧不骄不躁。先是以自身剑道引导蓝星月提升境界，后又为饱受污蔑的弟子出头。这般心态是只有绝世剑仙才能拥有的无上剑心啊！我青云剑宗弟子理应修心，不断磨练自身剑法，感悟剑道。有空去妄议他人，不如好好修行。华师兄，我待在这里，你应该不介意吧？月师妹想待在这里，我自没有意见。没想到月师姐为了华青云不受非议，竟主动的待在了他的身边。可恶，我好酸呐！月师妹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怎么样，华师兄，我的表现不错吧？这样一来，以后就没有人敢在背后说你坏话了。谁要你做多余的事了？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引人注目。虽然师兄你不在乎自己的名声，但你有恩于我，我可不允许旁人随意的诽谤和污蔑你。那你待在我旁边干嘛？给我回到你原来的位置啊！早知道当初就不该去指点你。其实是我心中有些许困惑，想要趁着机会询问一下师兄。我可不是你师父啊！师兄，你要是不想教我，我可不保证我会做出什么。到时候其他师兄弟怎么想，可就和我无关了。算你狠！有什么问题问完赶紧回去。没想到月师妹为了华青云，竟然训斥了其他真传弟子。难道他们二人暗中是道侣关系？月师妹身为头号大弟子，却恋上了垫底的华青云。为了怕被人说闲话，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私会。哦，他们二人竟然还有这一层关系啊！曲师姐，仔细一看，他们确实关系不一般，竟然在偷偷传音。没想到啊，这还真是惊天秘闻。师姐，你可绝对不能乱传啊！万一被月师姐和华师兄知道了，我必会被宗门责骂。那是自然，相信我，师姐我的嘴巴最严了。出大事了！什么事？这事是我从别的师妹那里听来的，你们绝对不能和他人说。哼，解答完了他的问题就开始实践了。这种随时随地进入修炼状态的人，真的是让我佩服啊！第二轮比试已经全部结束，念及各位弟子此次灵力消耗过度，宗主和众位堂主决定，今日的比试到此结束。明日辰时开始第三轮比试。哦吼，今天到此为止了，下班。序散去，明日4时比试准时开始。怎么样，查清了吗？根据宗主的安排，我去调查了这些弟子最近的情况。所有弟子之中，有5人行踪较为奇怪，其中最可疑的便是流云堂的这3位，他们分别是江都、赵睿，还有华青云。二长老，您的意思是，叛徒就在我流云堂之中？顾堂主还请息怒。当日我托你前去护送血魄珠，这事没有告诉过第2个人，在你离去之时，也都做了足够隐蔽的工作。可即便如此，这事情还是暴露给了魔宗，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？1年1次的宗门大比，这次突然提前召开，不仅是为了筛选出能够参加天骄盛会的5名弟子，还是想要借助这个机会，从弟子们中查到叛徒的身份。二长老，请继续讲。他们3人都是在1年之间实力突然大增。首先是流云堂首席江都，2年前他的修为还只是子府境2重，可在1年前的宗门大比之中，他接连击败强敌，并在天骄榜上位列第3。按照他的说法，是遇到了机缘，得到了高人指点，剑道造诣突飞猛进。其次则是流云堂的这位弟子赵睿，1年前在天骄榜上只排名第33，可是在这次宗门大比之上，他的修为竟然疯长到了子府境5重，
除此之外，他的剑法也威势非凡，极度诡异，甚至还有杀人之举。最后，则是流云堂的这位华青云。根据我的了解，他1年前晋升至真传弟子以后，为人懒散，几乎不怎么修炼，而且他外出执行任务的时间绝不会超过2天。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之中，他是如何获得和掌握这些精妙的符道和阵道知识的？除此之外，我还发现，最近我青云剑宗和魔宗之间的联系也都有他的身影出没。消灭魔云宗弟子，取回血魄珠的人是他。根据当时在场的弟子所言，当时还有一位紫府境的魔宗长老邪云老祖在场，但华青云和其相遇以后，那位长老却无故消失。随后，在云根村和云星城2大阴谋中，都有他活跃的身影。此次的宗门大比，我想诸位也都注意到了，他使用着我等未曾见过的符箓和阵法，以自身谋略和手段，连续打败2名强大对手。我想这名弟子绝非表面那般懒散，而是城府颇深，甚至极有可能隐藏了实力。综上所述，依我看，这些弟子之中，华青云的嫌疑是最大的。不可能！宗主和古堂主怎么突然这么默契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是说可能，或许宗主和古堂主所熟悉的那个华青云被魔宗夺舍或者控制了？青云他一向如此，我可从未感觉到他有被夺舍的迹象。与其说被夺舍，我更愿意相信他隐藏了自己修为的可能性。青云他一向如此，我可从未感觉到他有被夺舍的迹象。与其说被夺舍，我更愿意相信他隐藏了自己修为的可能性。而且，若他被魔宗修士夺舍，那为何当初还要将血魄珠取回宗门？又是为何将魔宗长老杀死在云根村？要我说，不如干脆将这些有嫌疑的弟子全部抓起来，挨个拷问一番。不急，贸然出手或许会打草惊蛇。魔宗在我宗门安插奸细的目的，绝不只是通风报信那么简单。我有一种预感，魔宗对我青云剑宗有着更大的阴谋。那宗主，你的意思是？暗中调整一下抽签。既然魔宗安排了奸细在宗门之内，那我们正好借此机会测试一下他。不管是江都还是赵睿、华青云，都给他们安排一场战斗。我倒要看看魔宗的计划到底是什么。是。啊？你明天想让我把你带去一起战斗？哎，我知道你最近很无聊，可宗门大比是不能允许你上场的。等明天我认输投降，大比结束后就带你出去玩。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？我要洗漱睡觉了。这里是流云峰的后山，来这儿干嘛？你说这下面有东西？这里怎么会有阵旗？这阵旗的品级极高，似乎是用来屏蔽灵石，形成一片封闭空间的。虽说我可以将禁制破坏掉，但这无疑会打草惊蛇。而且我也不该管这些破事，天塌下来有宗主顶着。但是从这阵旗的布置上就能看出来，宗门大阵如今似乎已经被类似的阵旗完全覆盖了。万一青云剑宗遇到了生死危机，那我的朝九晚五的安稳生活可怎么继续下去？你是怎么发现这个阵旗的？你晚上外出吸取天地精华的时候，遇到了有人在这里埋阵旗。你还记得那人的模样吗？赵睿，果然是他。在不被对方发现的前提下，将阵旗拔出的难度太高了。虽然无法寻找到所有阵旗的位置，但若是赵睿敢激发阵法，我所布置的剑气就能顺藤摸瓜，瞬间将阵法破碎。如此一来，
应当能重挫他的阴谋。你觉得自己立下了功劳，想要和我一起上台战斗？我都说了，你的存在在宗门规则中是无法上场的。你是说，既然灵符能用，那你也能上场？哎，对呀，这次的宗门大比不限制任何规则，灵符、阵法、符箓都可以使用，用自己培养的灵兽掠阵应该不成问题。可是我明天打算认输啊，就算带你去，也不可能让你上场啊。宗门大比今日将继续进行，请入围的12名弟子上前。快看，是头号大弟子岳剑心，师妹加油！华青云呢？为何还不上场？华青云那个臭小子，如此重要的比试，竟敢当作儿戏！我这弟子有个习性，他只有4时才会开始执行任务，或是前往练武场。现在时逢辰时，我想他肯定是在自己的洞府之中，没能赶过来。难不成我们全宗门都要等他4时到了，才能开始比试吗？恕我直言，若他对比试如此不上心，不如判决他放弃资格好了。诸位别忘了昨日定下的计划，若是就这样判他弃权，我们不是白布置了吗？我先让赵长老拖会时间。顾堂主，你尽快派人将华青云喊过来。是，宗主。赵长老，是这样的，宗主怎么回事？竟然让在场数万名弟子以及10多位堂主长老特意等一个弟子。弟子华青云有要事未能及时到来，还请诸位弟子稍安勿躁，耐心等待。什么？我们这么多人，等他一个？凭什么？既然他不按时来参加比试，那就判他弃权。肃静！